在外食跟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你又要减重的话，确实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可能包含像吃错啊，然后或者是忍不住这几个问题。因为你通常嘴馋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找各式各样的一个理由去塞进你自己脑子里。通常这个时候就是罪恶开端的延续，然后也是失败的源头，就是你开始一吃就上瘾。但我会建议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是你事先先准备好嘴馋你可以吃的东西是什么。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请营养师来为我们介绍，就是说，如果像我在吃 Seven 的话，那我这有什么样的选择啊 ？Seven 就是一进去哇，五花八门，选择有够多的。那如果是正餐是吃什么，那我要怎么样去做搭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今天营养师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指南，让我进去的时候不要进入到太多的误区。好哦，那就是大家可以边想 Seven 卖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回想刚刚我讲的几个大原则，就是蔬菜，然后水果要符合嘛，因为通常蔬菜你吃足之后，你的淀粉跟肉就相对不会再吃那么多了。对，所以以 Seven 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挑像是现在还有卖21世纪的香草烤鸡腿时蔬，然后配上一杯就是可以加热水就泡开的一些汤，像是那个青菜蛋花汤的呢，我记得它在那个鲜食区是有卖的。OK。或者是双色地瓜鸡胸沙拉，然后配上水果，然后也可以再加上一个汤。其他还有像是盐焗鸡腿时蔬温沙拉、香菇鸡汤，然后或者是另外一种 Seven， 它相对来讲蔬菜的比例真的是蛮少的。对，然后我自己会再额外再加买玉米笋，它现在有卖那种玉米笋，只要撕开就可以直接用的那种，就真空包装的那种。对。虽然说它有卖沙拉，可我本身是不喜欢吃这个冰冷蔬菜的人，所以我就会倾向去买，就是说玉米笋这样子，然后再配上红烧牛肉面，或者再加水果这样。我们现在是讲到建议指南，那有没有什么误区？就是你去 Seven，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健康的，对，但是它实际上可能不是这么的适合我们在做增肌减脂的饮食选择。对，像是现在蛮多便利商有推那种锅，而且我还看到林聪明，然后等或韩式叉叉锅什么的，那种基本上就是你感觉它加了很多调味的，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热量跟就是会容易让我们血糖升高，产生就是堆积脂肪的荷尔蒙的这些添加物都会比较多，所以就是不建议吃这类型，可能奶油意大利面啊那种也都不太建议。对，你看奶油嘛，就是它一定也是就是相对热量比较高一点点。如果要意大利面的话，就是清炒的那些海鲜意大利面会相对好一点。我想问一下，那如果我在 Seven 的话，如果是我可能去选择像吃一些面包啊，或者是可能吃茶叶蛋这样子的话是 OK 吗？我会建议就是说，茶叶蛋配上面包，尽量就是很悲惨的，你只能选就是稍微馅比较少或几乎无馅，几乎无馅的。然后面包体呀，如果可以的话，我不太确定它现在有没有出像杂粮，然后或加一些坚果、燕麦等等的成分，因为像这类型的面包，它的血糖波动就会相对少，所以等于是非常有利于减重的。刚刚你提到就是面包要有燕麦啊、杂粮这一类型，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燕麦奶，就是大家可能会把燕麦奶跟牛奶到底这两个差异在什么地方，以及就是我们在增肌减脂的时候，你说牛奶一定要嘛，对不对？那燕麦奶它是不是一个替代品，还是一样的类型吗？还是不一样？首先我要说，燕麦奶跟牛奶其实基本上它是不同类的食物，它不能互相替换。对。那最主要是牛奶，它是它里面有蛋白质跟糖类嘛，它们两个其实营养成分不太一样。那燕麦奶它其实是燕麦打成的，所以它其实里面只有糖类。所以它没有牛奶？没有，它只有燕麦，然后奶是加上去的。对，它之所以叫奶，是因为就是厂商把它经过一些加工，让它口感像牛奶哦，所以它里面其实在蛋白质含量是少的，而且也没有钙。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要问一个问题了：豆浆能不能取代牛奶？豆浆这件事情，大家就是想说，我不能喝牛奶，那我可以豆浆取代吗？我要问你啊，听我们的观众吧。这样我想问观众，给你们3秒时间思考，可以吗？答案是不行。对。Why？应该说答案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们两个营养成分不同，所以它不能互相取代。对，那牛奶里面是就是牛奶跟蛋白质，那虽然豆浆也是，但是因为豆浆里面没有钙，它在分类上面是跟肉是属于同一类。
因为豆浆、豆腐就是我们都会把它归类为蛋白质的食物，就肉类嘛。因为通常会有这个问题，都是因为他有这个乳糖不耐症，所以他想说，那我可不可以用豆浆来取代牛奶？这样子的想法就会出来。所以那这样子，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的，他可能要怎么去做选择？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然后你又想要喝奶的话，第一个其实会建议就是说喝优酪乳或优格试试看，因为相对这2个食物啊，它里面的乳糖含量是比较少的。对，这边要顺便破解一个迷思，很多人喝牛奶会拉肚子，以为自己是乳糖不耐症，但其实不一定。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对里面的酪蛋白过敏。酪蛋白，对，但是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就是花大钱去检测自己到底是针对牛奶的哪一个营养成分，不会去抽血，然后把自己的过敏全部扫一遍。对，就全部都讲说我是乳糖不耐症，但其实不一定。所以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就市面上现在有卖一些就是营养成分有调整的牛奶，它其实抽换了某一些酪蛋白，那其实有蛮多我身边的朋友喝了之后，他就反而就不拉肚子了。对，像乳清那种分离式的，是不是把乳糖给那个抽掉？对，所以这个就可以替代嘛？可以。如果是乳清，就是可以把牛奶替代成乳清来去做摄取。对，相对其实也是可以的。大家记得，就是如果你到便利商店，虽然选择很多，但是我们就是为了要达成增肌减脂的目的，所以在饮食上的选择，在 Seven 其实要特别注意。但是下一题有点残忍哈，因为下一题我们就要到全家了。那全家的话呢，相信他们出的餐点也跟 Seven 一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打的主题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全家现在非常的主打健康餐啊什么的，很多就是变化组合都有。那就是我想问一下营养师，就是说你在全家看到的一些饮食的建议有哪一些？然后就是说，他们在这些设计上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全家其实我相对也是蛮推荐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全家在鲜食方面出了叫做健康志向系列的食物。对，就是我刚才就想要讲到这个。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是更好分辨，它其实在我们的配菜上，它的蔬菜比例有增加，然后我的肉类有特别选低脂的，像鸡胸啊或者是鱼等等的一些餐食，把它弄成一个系列叫健康志向。是，对，所以你如果认了这个健康志向的 logo， 然后去挑它的里面的鲜食餐，其实相对其他非健康志向的鲜食就会比较健康。对，所以大家也可以依据这个准则去挑全家的一些食物。我这边有看到你写一个 Clean Label，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Clean Label 它是目前近年蛮多在推的，就是所谓的洁净标章。那洁净标章的意思是说，它会标榜它的食物里面没有添加物。原来是这样子。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对，因为我真的碰过太多人问我说，营养师全家要吃什么，便利商店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就是大家其实会很难去分辨说我这个食物到底可不可以吃。而且现在的餐食就变化得这么快，我现在跟你讲说，这个鸡胸肉叉叉可以吃，可是你可能下一季你就在便利商店找不到这个品项了。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认一些标章跟logo，你其实相对踩雷的几率就比较小。如果没有这些标章，那我们要怎么去选择饮食？那像全家的话，就是我有列了几个，我们的日式荞麦沾面啊，配上笋干排骨汤，而且荞麦它里面有加一些就荞麦嘛，所以它其实相对一般的面体来讲，它又可以再多摄取到一点点的，不管是纤维质或者是矿物质等等，而且相对血糖不会飙升的这么快。对，而且毕竟它沾面嘛，所以就是沾面会比干面来讲，就是它吃进去的一些热量又再低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平常的便利商店都跑完了，便当店我相信是大家中午的时间啊都会去吃的一个选择，因为它也是出餐非常非常的快。对，那我们去便当店，我要怎么跟老板娘说我要怎么吃，我要吃什么，这非常重要。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呢？像我自己一个礼拜就会吃到2-3次便当店，什么叉涛啊，或者是什么叉上之类的。你这太明显了吧？时差。就是有几个调整的方式啦，就是最主要我蛮常用的是2种。第一个，你其实在挑主食方面，它是最能决定我们热量的嘛，所以就尽量选一些低脂的一些肉类。所以像是鸡相关、海鲜相关，然后或者它的招牌，大部分都是用低脂肉。招牌其实有非常多种，因为像可能有些是低脂肉，可能有些是春卷，有些是香肠。所以其实当下是不是要跟老板娘确认招牌今天是什么？因为他每天招牌都不一样。今日招牌叉烧肉。营养师说可以吃的，我吃招牌。大家都很喜欢吃烧腊，烧腊就是不管是烧鸭啊、烧鹅啊、脆皮烧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如果我今天
我想要去吃烧腊的话，然后再配上那个葱油，哇，决战！那我要怎么办？这个应该不用我回答了，就是基本上因为烧腊它毕竟就是热量比较高，然后所以可以做几个调整啦。如果你真的很想吃，第一个是叫老板不要淋油，对，尽量你要这个是精髓。对，或淋一半，好不好？淋一半这样，对。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选择啊，尽量还是选，譬如说油鸡相关的，你可以去皮。对，因为像烧腊，它就没办法去皮，它就是你去完皮就没有东西了。我那个脆皮烧肉，如果去皮，这灵魂就少了全部了，精髓就没了。所以我们只能吃那个可能像油鸡去皮，对，或鸭腿等等的，它的那个热量也跟它脂肪比例也会比较少，只是你在吃的时候也要忍痛把那个皮至少去掉一半，因为你知道那些在烤的时候，老板都是刷糖上去嘛。对，所以其实你看糖，它又回到就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血糖，然后增加脂肪堆积。所以难怪它的味道这么的赞啊！或者是我想到一个烂方法，点烧腊店的菜饭。这个我可能还是去那个自助餐好了。好啦，但我还是要提一下啊，就是减重这件事情啊，就是它跟跑步训练一样，它是只有累积没有奇迹的事情。对，所以你不要想说哦，我今天吃一下烧腊，这个都不能吃，那个都不能吃，不就跟你训练一样？你训练还是要每天早起，然后每天规律的去做很多事情，你才有办法达成你的目标嘛。对啊，所以减重也是，就是如果你要减5到10公斤，你就是靠这些小小的点滴累积起来。我知道了。我其实是会反问店家说，我可不可以加钱再加一道青菜，然后或是叫他的配菜全部都帮我换成青菜。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店家他多加一道菜只要加10块15块。那你遇过比较贵的是多少钱？其实便当店都蛮便宜的，比较贵的都是在小吃店。都在小吃，因为小吃店一份你就要30、40，有些40、50嘛。但是那些便当店，你如果全部换成蔬菜类，然后再加一道菜，你其实蔬菜的那个比例就非常够了。那如果我们就是便当店啊，就是它的饭通常你都会全部吃完嘛，是会看当天的状况。这边我要坦白讲，如果你是男生，然后你的运动课表又是比较强的，例如说你跑量已经到了200以上啊等等之类的，你其实在白饭的摄取方面确实是有可能中午你可以整个便当都吃完，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的糖类的量，因为就是毕竟跑步当中肝糖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中午的时候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吃完的话，那当然就吃完。女生的部分你可以减少一点没关系，因为你们相对热量需求是比较少一点点的。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跑步增肌减脂的状况跟一般增肌减脂状况真的不太一样。跑步的人通常热量消耗真的比较大，那尤其是如果你又在增肌减脂，你只要吃的不够，你会很容易发生吃不饱、嘴馋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主题呢，就是 Subway。那 Subway 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的觉得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地方。那它有没有什么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么健康的地方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吃到变胖的状况，会吗？应该不会吧？它几率比较小啦，但是还是小地雷这样。那刚刚其实讲到蛮多肉，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有概念了。我现在可以讲别的，像面包，它其实有4、5种可以选。那像面包挑选上啊，就是像蜂蜜燕麦就是相对不适合的。那卷饼虽然我还没有吃过，但听起来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多油脂的一个品项，所以会建议就是选像我刚刚有提到小麦啊、燕麦等等相关的面包，它就会比较适合增肌减脂。然后另外就是 Subway 有一个蛮好的地方是它可以去挑选自己的配料，这些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吃的。很多人会讲说腌制相对比较不好，可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量其实是少的，你只要不要就大量的加，其实相对都是还好，不然真的是减重的人生好无趣哦。那我记得他们还有那个酱料，它酱料非常非常多种。会建议就是说第一个首选还是橄榄油啦，因为橄榄油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好的油脂，它进到身体里面，虽然说它热量跟其他的饱和脂肪酸啊，或者是美乃滋那些一样的热量下，它是更好去减重的。所以橄榄油可以帮助你在增肌减脂更快达到目标。那再来就是我们都会选到肉类嘛，它的肉类非常非常多种，而且我记得它的鲔鱼好像是比较油的，对不对？大家很常会去习惯就是吃它的鲔鱼，因为它鲔鱼好像是有加美乃滋的。对。那就想说我可能会想说我吃鱼就好，就殊不知那个鱼里面都是美乃滋。对，因为好吃是因为美乃滋呢。对。那有什么样的肉类的雷区我们要去避免？就是可能它是相对比较高热量的肉类，或是加工肉。
这样子会让我吃起来比较可能踩到雷这样。除了鲔鱼之外啊，像是一些加工成品，像我记得还有牛肉丸吧，对，然后跟一些高脂的一些火腿啊等等，这些都是要比较避开的。是，对，所以相对可以选的就是像它有出，我记得它有出一些低脂肉、低脂鸡肉、牛肉、鸡胸肉啊等等，那些都还蛮好的。这一类型就比较适合我们就是要做增肌减脂的一个选择。那饼干它真的最好吃的，其实我觉得是饼干，就是整个你知道吃完Subway会发现，每次都要去来一个2片3片的饼干，而且都放在结账前。对，他就觉得说，好像来1片没关系。对，这个饼干应该是不行的。OK， 好，我们会有口腹之欲嘛？那我们要去怎么调整，就是才避免，就是说我们每次都会有个反弹，突然有一天，老子就是要吃到饱。嘴馋了，受不了了。今天我就觉得我已经忍很久了，我已经忍2个礼拜、3个礼拜，我今天就是要去，可能去吃一家吃到饱，烧肉吃到饱，火锅吃到饱。